回家是因为工作忙，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我都不好意思在家里面待了，老是吃我父母的，住我父母的嘛。我真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就带着大宝去工地啊。对啊，我想跟他一起去啊，然后他呢，他说我在那边适应不了。工地上灰尘多嘛，不适合孩子。哦。还有就是工地上，像热天的时候，什么蚊虫啊之类的很多，又没什么空调，又热，怎么待嘛？这个后来又有了二宝是吗？后来就怀了二女儿，但是他特别过分，你知道过分成什么样子吗？就是我怀孩子，我跟他打电话，我跟他讲我怀孕了，他确实很高兴，然后但是他从来没回来看我，到孩子出生他都没有回来过。我每天晚上不是给你打电话或者发视频，哎，我关心你啊，问孩子怎么样了吗？打电话根本就没有用，我一直在家里面干事情，就怀着7、8个月了，还在地里面割猪场，然后背回来。我那时候感觉很心酸，我特别需要有个人陪在我身边，你知道吗？所以这就跟怀大宝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吧？对。那个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吃个橘子都有人喂嘴里。现在还需要自己干活，还照顾2个孩子，是吧？当初他对我特别好。哦。那时候我想着，当时生了老大嘛，老二的时候有经验嘛，就没有那么累了嘛。你以为我不想回家陪着你啊，陪着孩子啊？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你回来了吗？没有。生的时候回来了吗？生的时候没回来。为啥不回来呀？因为我当时工地上有很多事嘛，确实放不开。但是我钱已经投进去了，我不可能说丢就丢了吧。二宝多大的时候回的家呀？大概7、8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天哪！回去住了多久啊？就4、5天吧。4、5天就又走了。但是他那4、5天什么事情都不干，回来就那里玩手机。我洗衣服让他晾一下，我要玩游戏啊，别人叫我开黑呀，就是这样。在工地上累了嘛，谁不想休息一下呀？就因为他这样好吃懒做，在家里面，我爸妈都已经看不惯他了啊。就是他在家里面躺着玩游戏，我爸妈就是饭煮好了也不叫他吃，都是我叫他。你想的太多了吧？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上还不是开开心心的？是我想多了吗？你确定是我想多了吗？你倒好，回来玩几天，然后就跑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带着你的2个孩子在我娘家一直住着耶。哦，跑了，跑回工地躲起来，躲逍遥去了是吧？不是，如果我说不努力挣钱，哎，以后怎么给孩子好一点生活啊？行，你给他好了生活了吗？你什么也没给，还比以前更差了。我觉得我在家里面特别的委屈。一个人带2娃特不容易是吧？老大今年该上幼儿园了吧？岁数上，谁负责接送啊？就是我爸妈。老二现在得你带着是吧？多大呀？我老二1岁多了。那从女儿出生7、8个月才回去住了4、5天，到现在你跟女儿在一起待的时间有多久啊？总共算下来没多长时间。有1个月吗？差不多吧，应该。哦，那要孩子有个病什么的，你会回去吗？会回去啊。是回来了呀，就是有一次孩子不小心吃了那个过期的东西，就是食物中毒了。我把他带去医院看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电话，我叫他回来，我说孩子就是食物中毒了，然后他很担心，他连忙就赶紧回来了嘛。然后第2天早上，然后他又走了。你不是不知道，那天晚上我都是尽量抽时间回来的。好，工地有那么忙吗？哎呀，你也别蒙我们了，你给这家里挣回了多少钱嘛？理直气壮的甩手大爷，就是做工地那一块嘛。你就直接说给家里改善了多少？咱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才去的吗？这目的完成没完成？没完成。没完成就回家不就得了吗？所以要问妻子了啊，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想他回来，然后带我一起出去租房子住，我不想待在我娘家了。我朋友那些都在说，你带着2个孩子一直在你们娘家啃老吗？我觉得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我听明白了，人家风言风语，压力也很大，对吧？对。最重要的是夫妻也得团聚在一起，才是个家，对不对？对。他老是拖延时间。这是为啥呢？你可以在工地附近租个房子吗？对吧？工地条件不好，工地附近租个房子总行吧？就是工地上不方便嘛。没让你住工地啊，住工地旁边啊。因为我们工地都比较偏僻嘛，离城里面很远很远的，你基本上都是几10公里那种。那现在妻子有这个想法，你怎么办吧？等我那边的事处理好了，我就会回来啊。你那边啥事嘛？就是车贷啊还的差不多的时候啊，
等于你现在欠外债，对不对？哎，还有父亲的病稍微好一点点嘛。哦，行，我给你看一段你丈母娘对你的评价啊，咱们来看一段采访，来。真的是没男人的，娃娃不管，婆娘也不管，全部挨到娘家来。他要是负不了这个责任，一开始都哭着喊着说要娶我们女儿啊，那个时候装得那么像，要不我们哪么会随便把女儿嫁给他？我们给他养了这么多年娃儿，他一句谢谢的话都不给我说，要不把娃儿婆娘都接走，要不就离婚。女儿生你我们个人养，娃儿跟我们老李家姓，跟他断个干净。反正娃儿现在跟没得老汉也没啥区别。啊，你听嘛，你听我妈是怎么讲的。这挺严重的啊，其实就是2条路了，要不然你给我回来跟我女儿踏踏实实过日子，要不然就离婚。这俩娃都跟我们老李家姓，是吧？对，我妈已经很坚决了态度。怎么着吧，兄弟？你不要什么都听你妈讲的，孩子是我们俩的，孩子不可能跟你父母姓吧？不是你也没养人家呀，为啥不行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就不能体谅一下吗？帮助我度过这次难关。我妈已经跟我下了最后通牒了，她说她已经不想帮我们养孩子了。她也许是在气头上啊，你没事去哄哄不就好了吗？你这气头上不是也得你哄吗？也不是人家哄啊。对啊，再问你，为什么你不哄，非要让我哄？我在家里面那么委屈，我怀着孩子，我还要做事情，我不算哄吗？我问你啊，你买车跟他商量了吗？商量了。你知道吗？知道。哦，把钱拿去给父亲看病，跟他商量了吗？商量了。你同意了吗？同意了呀，他爸妈也是我爸妈嘛。哦，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包括他在外面包工地，跟你商量过吗？商量过。同意了吗？同意了，那时候他说。所以等于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夫妻俩共同的决定。是。唯一的变化是他回家少了。对。回不去是吧？对，回不去。什么时候你这事儿算处理完？就是还要多久？还等我3、4个月的时间吧。哦，再有3、4个月一定回家，是这意思吗？他就是在拖延时间，他就想让我们家白给他养孩子，然后养大了，然后他带回去。我爸妈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呀。所以你们家的意思是把孩子扣下来是吧？不是扣下来，我是想让他回来，他换一份工作，我们一起出去租房子住。啊，所以你现在就是让他回家，对不对？对。先回家再说。对。你的意思就是再有3、4个月我一定回家。你是不相信，对吧？对，他每次都在拖。他拖过多少回了？他不止拖多少回了，这么多年了，从孩子出生这么多年了，又不是1、2天，不是1、2个月。这个男人出去打了3年工，当了小老板之后，人有点变化了。对。变懒了。哎呦，因为我车贷还有3、4个月就还完了嘛。我父亲下半年动手术也是年前嘛。明年稍微好一点了，就可以一起出去租房子住。行，但是你妻子不相信了，是这意思吧？对。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妻子不再信任丈夫的时间承诺，丈夫说现实条件我又回不去，这边娘家又在逼着对方要把孩子改名改姓，说是改，其实也是为了帮女儿把丈夫叫回来。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赵，我觉得别说你妻子不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不相信你说的话。你说你女儿都出生了7、8个月你才回家，你现在怎么可能履行你3、4个月就回家的诺言呢？我们确实不相信。而且刚刚我注意到你说的一句话，你说你为什么要听你爸妈的呢？那孩子是我们俩的，孩子确实是你们俩生的，但你养了吗？这么长的时间，好像我听来听去都是我们的小李和他的爸爸妈妈在照顾这个孩子。对，他当然要听他爸妈的，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是他爸妈伸出了手，让你们的孩子住在他们家里，帮你在抚养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一个小朋友从出生到现在是多么艰难的一段岁月。光靠妈妈一个人，她能忙得过来吗？2个孩子，一定是他家里人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帮你做了这个父亲的角色，才能够让孩子慢慢的长到1岁多了。对。所以他的爸妈当然可以在这个时间
给自己的女儿一些建议，因为他们看不见钱，也看不见女婿。你在哪儿呢？你说了很多理由，你的工地特别忙，你那工地上的人如果结婚了都像你这样吗？家里孩子出生也不回去，几个月不见面，我想不会是这样的。忙只是你的一个借口，你就是不想回家吧？不是，因为工地上确实有很多事是不能不管的，工人要吃什么，你必须去买。我想问一下，工地上的事儿我当然理解，工作上的事儿很重要，但是孩子的事儿就可以不管是吗？不是，孩子吃什么都不重要，对吗？怎么长大也无所谓，是吧？不是，反正有人给你兜底，你爱人、你丈母娘，他们都在忙呢。因为按他这个说法，从常识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工程量的。对呀，你很偏僻嘛，你就帮人盖房子嘛，小规模嘛。而且你那么关心你工友的生活条件，你为什么不关心你爱人和孩子的生活条件？所以我觉得你很多时候根本没说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回家？我再问你，你也问问你自己好吗？好的。之前往家里汇的钱还多，对吧？到后面不行了，是生意不好了，还是用作他用了把钱？就是我父亲生病了嘛，每个月也要还车贷，工地上也要垫资一些钱嘛。好，那你能算出2个孩子以及孩子的母亲，你的老婆1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而你又汇了多少？你有过计算吗？现在一定是没有，不用解释。很少的，就几百块。第二，你好不容易7、8个月回来一次，然后待4、5天却在玩手机，请问你作为父亲或者作为老公的职责在哪儿？所以因此你的老婆以及她的家人推断你在外面就根本就不是在为这个家忙，逻辑成立。所以没有任何人会再给你3、4个月，因为无数个3、4个月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此时你的老婆要的就是你要这个家，还是要外面所谓的你的事业？要哪个？2选1。要哪个呀？我要这个家。你要这个家。好，这个工地的项目可以退出吗？现在不可以啊，因为一定每件事都必须你是事必躬亲吗？给工人买饭也要你去，每天就1日3餐离不开你，是吗？是，你胡说。那咱们就离开他，他又不在你们家出现，这个家里他是缺位的，他没有任何意义于这个家。而我断然不信那边离不开你，做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应该花多少钱，把钱留给那边，一定会找各种方法去解决的。你回不来就是问题。所以说现在面临的就是2选1的一个抉择，你必须选一个，放弃一个，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怎么两边能短时间的兼顾，一定可以的，没有任何理由，明白吗？明白。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行动，回到家里，人回来，心也在这里。那边去做一定的安排，短时间可能会为这个安排多付一点钱，但是我告诉你，值。相对于你要失去这个家庭，失去自己孩子和老婆的爱，值得，明白吗？别到时候在外头待了3、4年，最终一场空啊！从始至终，老婆都是在给你留面子的，没有在这个场合里头把你说的那么不堪，你懂吗？他没有提任何的问题，你明白了吗？谁也不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再维持？就是因为对你的爱，不要让他们再失望了，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2位好啊，赵先生，我想问您一下，那个我们常识工地好像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有休工期的呀？我们没有。1年4季12个月就1天没休息的吗？像南方的哈都可以干，除开下雨。你的活那么多啊，还还不了贷款啊？得挣多少钱嘛？有时候运气好一点啊，也能赚一点；运气差了，亏了也不一定。赵先生，也就是说，您妻子呀，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傻的女人，或者说，她不愿意去想很多的事情，她也不愿意撕破脸去跟你对峙一些事情。
就但凡如果要追究到底的一个女人的话，你这说不圆的都，随便都是一个破洞。我能知道你长期离家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甚至你回到这个家，你感觉是陌生的。可能现在你想回去，有这个意愿，你不希望这个家散，但是说实话，你回不去了，因为你的心已经飞了。他带2个孩子，然后还要下地去干活，所以我觉得你从心疼他的角度来讲，然后也想想孩子缺失的父爱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有所转变，是吧？对。然后对于李女士，我想说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想要现在这种情况和局面发生转变的话，你要往前走了。你不能说把自己埋在一个假象当中，不愿意去面对，然后就逼着他回来。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推一步，他是走不动的。你第一步可以带着2个孩子先从妈妈家搬出来。但是我没办法呀。没有钱是吗？对，我找他要啊。12个月天天都开工，我不相信1个月才能拿出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在什么地方1个月就能挣几百块钱给你们娘儿仨？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不去盯这个事儿，你不去追究到底，这个现状改变不了，你就每天说你回来你回来，怎么可能回得来啊？所以你要面对事实，有的时候狠一把，看一看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最后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要自己承担和接受，否则的话这个局面破不掉，他永远不会回来。你说他3个月5个月，明年也一样。明白了吗？要自救。谢谢老师。好，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小赵，你老看着地面干什么？有点后悔了。你后悔什么？后悔一直对家里面对孩子照顾不够。你要我们替你算账吗？不用。算得上吗？算不上，但是心里面很明白。你的工地离你的家有多远？离你丈母娘家？大概700多公里吧。700多公里。嗯。有一个老矿工，每一周周末走20公里的铁路，再走20几公里的公路，一共40多公里。走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他每周周末回家，就是为了种庄稼，照顾妻儿老小。他走了20多年，将近走了10万公里，每年穿破6双解放鞋。你不可能跟这种老矿工去比，你没有那么爱家庭。但你觉不觉得，你愧对家庭就已经错了，你还要说谎，你还要隐瞒。所有的做工程的人都知道，他有淡季有旺季，有上一个工程跟下一个工程之间的空余的时间，在那个空余的时间，你去干什么？现在我们所有的人最生气的一点是，不求你做像老矿工那样优秀的男人，但是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你不能把别人当傻子。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隐瞒，还隐藏，还骗别人，那你就没得救了。你老是盯着地面，不敢对视我们所有人的眼神。我们所有的人未必都是数学很好的人，就你那几笔账，我们还是算得清楚的。你老婆是不敢算，因为越算是会越伤心。所以你自己要心里清楚这一点。你可能认为这个女人生了2个孩子，大概不会再嫁给别的男人了。不要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不知道你的老父亲是否清楚你和你现在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状况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孙子可能要改成别人的姓，我估计他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撒谎。待会儿60秒的时候说清楚，欠了债就说欠了债，乱花了钱就乱花了钱，至少你还能回家。但如果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继续往下藏，10个锅子9个盖，我看你哪一天能够把它全盖上。到那时候就不能回头了。对于女生说的就是账还是要算的，你别傻乎乎的了，你该算的账是要算的。你现在拖着2个孩子，拖着家里的人，你不把他前面的一笔账算清楚，你后面的生活怎么继续？所以你跟你的家人都把这个账算清楚，让他说出所有的事情，然后再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其实呢，特别好，对你来说，因为人生已经不可能再糟糕了，所有的糟糕都经历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呢？对吧？号称有个老公，号称出去挣钱了，人见不着，钱见不着。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你会发现你肩上的担子相对就轻了。人生最坏的时光其实已经过去了，所以你要大胆改变嘛，把事儿说清楚就完了。人家原不原谅，但是你得把事儿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就它里面有特别多的违背常识的事儿，就把它一勾勒出来。你这小子怎么那么快就做上了工地老板嘛？是真做还是假做嘛？你去看过吗？你要改，我相信他，因为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他这个事儿到这儿到此就为止了，回家说清楚，不在这儿纠缠了。每个人都有想改变生活的想法，我想问的是，你做好准备去改变生活了吗？你有这个能力去改变生活吗？这是你真的要认真考虑的。想改变，要自己提高，去认知，不是把它带回家，你们的生活就能改变的。也许有它，你更没法改变好。把事儿说清楚，我到底干嘛去了这钱？我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你透个实底给人家，你总要面对的嘛，生活总要面对的嘛。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公，我真的很爱你，我想你陪在我身边，钱不钱的无所谓，我们可以以后慢慢的来嘛。老婆，我也很爱你，但是我现在确实没办法丢下我实力的工作，我那么努力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刚刚我也听了你妈说的那些话，我也知道你在家里面过得很辛苦，我知道错了。等等从这里回去，我回去好好哄哄老爸老妈，再等我一段时间好吗？我不想再等了，很累，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在我身边，有你出现的每一天都很遥远。我最后核实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除了车的贷款，不欠什么钱了吧？就还欠3个月。多少钱吧？1万多吧。啊？8000多。到底多少钱？8000多。别老报花账。车多少钱啊？总共拍下12万多吧。还几年啊？2年。8000块钱，还有其他的外债吗？没有。工程做到什么进度了？就是上一个工地做完了嘛，就是下一个就别做了。钱结了吗？钱没结，还要等着结钱。结多少钱？5万块左右吧。5万块钱左右，得了，别干了，拿着5万块钱回家吧，还8000块钱贷款，不还剩4万2吗？把4万2都给你爹看病，够不够？够。听着啊，我给你个概念好吗？如果他从现在开始不再接工地上的活了，这3年等于落了一辆车，12万，加上你公公2次手术的钱，这账咱就假装它是个明白账。谁叫你一上来说钱不钱的我不在乎呢？傻姑娘，好吧，这账对了吧？对了。很简单，今天
离开这个节目，你就跟他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你就出来。你要再什么3个月、4个月、5个月，你就不出来，行不行？记住了，你出来的要求是这个，这样行吗？你得想想你为什么出来，你要不要出来，你想清楚。我只是想让他多陪陪我。哎，这还是有本事的，这能吃得死死的。谢谢两位，请回。哎，你记住啊，你要出来就是回家啊。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看这对的选择，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是回家了是吧？回，不干了啊！哎呀，心里一下轻松了。哎，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哎呀，请亮灯啊！来送给你们，回家好好的沟通一下吧。谢谢两位，请回吧。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只求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其实他们俩拥抱那一瞬间，这个心里一下就释然了。如果不是这个女生如此痴痴傻傻的爱，又怎么能够换来这3年所谓荒唐的夫妻的情感呢？恰恰正是他这份痴痴傻傻的爱，还能让一段婚姻维系。我们希望这段婚姻因为今天而有一些改变，希望原本那个本分踏实疼老婆的男人能够重回家庭。我特别愿意看到有一天他们能够真正的幸福的在一起，希望2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起快1年了，我想和他结婚，他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生活中我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我不确定能不能走到最后。我想和他走下去，但他总是和我冷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其实我也很矛盾。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张32岁，来自四川，婚礼主持，有请。小杨24岁，来自四川，婚礼主持，有请。欢迎2位啊！小张，你怎么一脸苦大仇深的呀？就是因为我到这个节目嘛，因为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说，我想让她带我去见她的父母，但我也想就是说，带她去见我的父母。但她每次都是找一些各种理由逃避的问题，然后不跟我去见。并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他就把我逼得很紧，他就一直催我去见他父母，然后就是还用各种方式骗我去见他父母，就让我很忍受不了。行，我先问点基础的事儿行吗？你们俩到底谈恋爱谈了多久了？认识2年了，在一起就大半年的样子。我们是因为婚礼学院嘛，然后认识了嘛，我们也是同学，然后平时我们有工作的原因，就会有一些交流和一些讨论嘛，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可能就产生一些感情，然后2019年年初我向他表白的，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好感，只是说我们没有去开那个口，是我先去开那个口，然后向他表白的，知道吧？那是这样的，就同意了是吧？他也同意了。那就快1年了，姑娘。对，是吧？快1年了。
啊，那也不算唐突，提出见双方的父母什么的。没有，刚在一起2、3个月他就在提了，然后后面他又骗我去见他父母。怎么就叫骗了？他做了什么？因为在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特别抠人，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份礼物，也没有带我去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带你去吃饭，去一个就是你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一个音乐餐吧嘛，就是也很浪漫的地方。我就在想，就是他平时很抠嘛，就突然开窍了嘛，还挺浪漫的，我也还多高兴的。他让我打扮漂亮一点，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到门口，他才告诉我，他爸妈还姐姐都在里面，让我进去表现好一点，不要给他丢脸。那我当时肯定很气啊！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那个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我也没有那个准备啊。然后他骗我，我就当时扭头就走了嘛。他到门口看到我姐姐还有爸妈在那儿了，然后他扭头就走了，然后也没打招呼走了，然后大概我们冷战了半个月吧。你走掉让我怎么给我爸爸妈妈解释啊？然后我怎么给我姐姐去解释啊？然后我爸爸妈妈都说这女孩咋了？然后是不是不喜欢你啊？不爱你啊？我说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其实我不是说完全要逼你说让你立马去跟我领证儿，然后去跟我结婚。我想的是咱们相处虽然不长，但我觉得就是说咱们既然谈恋爱了，然后在一起了，我们就好好在一起，往婚姻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但他好像就没那个意思。是，听明白了。这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半个月的冷战，是吧？对，冷战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去了嘛，然后我就想的是我回去再找他，就是咱们再聊嘛，就把他约出来再聊嘛。但是我发现他好像相亲去了。这咋就相亲了呢？那也不是真的相亲啊，就是因为冷战了半个月嘛，他也没找我，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么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找我就算了嘛。然后我相亲的时候，我也跟他朋友说了，就是让他朋友故意告诉他，如果我不用那个方式激他的话，他也不会回来求我，他也不会来找我呀。那明明就是他的错，那就很奇怪啊！我不可能去低头啊。从你这个行为来说，你还是在乎跟他这段感情的，是还是不是嘛？是在乎，是在乎，对不对？只是我没想那么快结婚，然后见家长而已。不是见家长，也不一定是要结婚嘛，看一看嘛。这是第一次骗你去见家长是吧？还用什么方式逼你结婚，让你不舒服了？就是他说带我去拍情侣写真。情侣写真，就是他朋友开了一个店子，然后他说去照顾生意嘛，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嘛。就拍完情侣写真之后，他告诉我就是让我选一张当婚纱照，他说那就是我们的婚纱照了。我说那情侣写真怎么能跟婚纱照扯在一块儿呢？他说情侣写真和婚纱照不是一样的吗？而且写真还要便宜一点，他这不舍得花钱嘛。没有，那个不是抠，也不是舍不得花钱，知道吧？因为当时我朋友他比较专业嘛，他就说，那个现在婚纱照就是比较普遍，但是那个情侣写真他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中国风啊，什么中式婚礼啊，就是汉婚啊什么的，古装之类的，就他可以选择嘛，就是他比那个他说要划算，然后服装的那个套数也比较多嘛，然后他说那个挺划算的，我也觉得挺划算的，所以我就让他去。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跟人说？每次我跟他说那些事儿，他都是以各种的理由去拒绝嘛，我就想的是。我要跟他说的话，到时候他又不会再去跟我来，那不就是骗人家吗？后来呢，又冷战吗？然后就是对啊，我就没理他了嘛。他每次都用这种方式骗我。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今天没讲话嘛，没讲话吵架以后，我就看到他，就跟异性朋友啊，就去吃饭呀、喝酒啊，朋友圈说一些暗语啊，就是此时此刻我可以什么放飞自由啊，什么那些话语，我就觉得咱们还没正式分手了，我们还是恋爱关系，也没说我们确定就是不在一起了，对不对？我那也不代表是单身呀，而且我吃饭的朋友你不都认识吗？以前我们都见过的。认识是认识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异性，对不对？啊，晒那些东西，是不是让我就想着你就是相亲，跟这些就联系到一块儿了？我就想你是不是就提前做好准备的那一样的？给我的感觉是你们俩形成模式了，只要一吵架他就相亲，或者他就单身，是这意思吧，姑娘？没有，我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激他，因为我们俩冷战。你激他什么？你又不愿意嫁给他，你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你又不想嫁给他，你天天激他，你激他什么呢？我只是现在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说嘛，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嘛。我没有说不嫁给他呀，我也没说一定就是不结婚呀。你是真可恨呐！我吊着你，什么时候结婚，看我心情好坏。因为我的年纪比他年长嘛，然后就是大几岁嘛，然后我就说的是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嘛。我们不是小女孩小男孩就谈恋爱，我就想着就是我们能走到最后。我觉得他都是借口，他只是想随便找个人结婚。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不是见家长就是结婚的。我觉得他只是想找一个人结婚。
就不是真心的想娶我。所以他除了骗你带家长、骗你拍婚纱照之外，这小哥还做了些什么？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他自己按揭了一套房子，他说就是让我帮他给点意见，就是装修什么风格，因为他说他审美不好。我当时没想太多，就算是一个朋友，那出点意见，他也不一定听我的呀。那我就随便说了一下，然后他就装修成我喜欢的样了。然后装修完了，他就跟我说，就说现在房子都已经装修成你喜欢的风格了。他说你要是不跟我结婚，就没人跟我结婚了。他就非要让我搬进去跟他住，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呀。我让他搬进去，不是说我非要让他就是说跟我结婚啊，我就说咱们正常情侣的关系，对吧？然后那搬进去我们一起住也没什么呀。刚好我爸爸妈妈他也有那个想法嘛，就是说他们年纪也大了嘛，就希望就是说早点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们也放心，是这样的，所以我才会让他去。其实我觉得我是给他惊喜，但他好像觉得是我在道德绑架他一样，但我觉得是我想给他。你当时说话就很强势啊！你说如果我不跟你结婚，那就没人跟你结了呀！你说你就要快点搬进来跟我住，你当时说那句话，不然我会生气吗？你不是说平时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用房子这件事儿，按你刚刚说的那种风格。不争论，我问姑娘一个问题啊。当你推开那扇门，一看这个房子是按你设计的风格装修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高兴不？有一点吧。只有一点吗？为啥只有一点呢？我想象当中肯定很惊喜啊！哇，按照我这个装修的，即使是个普通朋友，我这意见很重要，应该很高兴啊。怎么只有一点呢？因为我们俩就是矛盾太多了，我也没想到那么多。对，我听来听去，我听完这3件事，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好像挺烦他的，你并不喜欢他。他就说我抠嘛，就其实有些小事儿。因为我们俩就是有一次逛商场，我特别喜欢一件衣服，我本来都已经想让服务员跟我带走了，他就硬拖着把我拉走了，不让我买。他自己不给我买就算了，他也不让我买。为啥？其实那件衣服就是他家里有一件就是那样样式的，就是说他那个颜色和那个薄厚不太一样。因为我想的是咱们在一起过日子，然后我们现在是奋斗的阶段，能省的就省嘛，因为我还房贷嘛。然后我就想的就是他花他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我想是跟他走到以后嘛，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共同的一个点出发。人家不是还没想跟你走到以后呢吗？我就想的就是说，虽然我们认识不太久，但我觉得我们就不是小女孩、小男孩那样，就只是谈谈恋爱。人家还是小女孩啊，你是老男孩。是，但我想就是因为我自己嘛，也是到了一个。结婚了也可能就是。那你就是想随便找个人结婚啊？就是刚好我出现了嘛，你就不是想跟我结婚？不着急，我再问啊，他第一次逼你结婚是你们俩认识多久啊？2、3个月。是认识还是确立的？在一起2、3个月，但是我们之前就是相处的很少，因为他1个星期也就回来1次，然后就见1次面。行，不喜欢他跟他说分手多好啊，还吊着人家。没有啊，我也跟他闹过很多次呀。分不分啊？是还要嫁给他吗？不要。那你不嫁给我，那你当时答应我谈恋爱干嘛呀？对吧？然后我。那谈恋爱之前谁知道感情会怎么样啊？2个人相处不是都是慢慢相处之后才知道合不合适吗？那你这样一说的话，你就根本就不是想跟我有未来，就一直就没有把我们的感情认真一样，知道吗？那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呀，一定要跟你结婚呀。我也一直就说了，我们俩先相处一段时间。我们谈恋爱干嘛呢？我们谈恋爱不是说想往那个婚姻的方向去发展，我们谈恋爱就是不是发现不合适吗？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俩之间那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就可以吵很久，而且你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但我觉得他还是会为我做一些比较感动的事儿，比如说你从来都没有，比如说我就送过我一件礼物，比如说我在外地什么工作啊，然后那天过生日嘛，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嘛，结果晚上12点过吧，然后都还没有到家，他就一直等我。那是你还没有逼婚之前，他就一直等我嘛，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在为我做一些事儿，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有感情的，知道吧？所以其实现在很简单。女生，你什么时候想跟他分手，下定决心要分手，还是说其实你没有下定决心，你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白了，你到现在为止，你不能给这个男生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吧？你可以接受跟他谈恋爱吗？这也不能说。不结婚，好好的谈一场恋爱，行不行？我觉得那样就没意义了，对吧？谈恋爱我们是干嘛呢？看不到未来的恋爱，我觉得不是你谈好了不就有未来了吗？没谈好就是没未来啊，不就得互相了解吗？在你的心里面，谈恋爱就要有结果，
对吧？有方向感。女生现在是对这个人有一些新的想法了，是吧？有成见了，但是又自己找回来了，说我们接触的不多，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这样，你说你对这男生最不满意的3个词儿：自私，然后很抠，然后自私、抠门儿，第3个词儿，大男子主义嘛。哦，那要用3个词儿形容他的优点呢？就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成熟稳重的，就是很有安全感吧。然后之前也对我挺照顾的，也比较细心吧。现在还细心吗？现在他忙的根本就没时间照顾我。哦，忙着干啥去了？就是因为我家庭环境比他要稍微差那么一点儿，平时就是干事情也比较多。说白了就是你在忙着挣钱，对不对？对。哎，用3个词儿形容这姑娘的不好。我觉得她就是有点小性子，然后还就是不太会换位思考。不体谅。对。3，可能我们的一些消费观、价值观上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3观有点不一致。对，有点不对。行，优点呢？优点我觉得他温柔吧，我觉得他对我有时候还特别温柔，就是生气的时候他才会比较那个温柔。就是我觉得他比较温柔，就是还有，就是他在我们那边吧，因为我们那家族也比较看重一些，不光是内在东西，可能他人也还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给我看照片了嘛，还可以，人也还可以。你就说长得好看。对，然后觉得他也是不像那么没文化嘛，还是有点内涵那种，我还是喜欢有点内涵的女孩。听明白了，从遗传学的角度符合他们家挑儿媳妇的标准所以优点都是来自于遗传学的。双方彼此，女生用了一个自私，男生用了一个不会换位思考，都是为自己想的多，为别人想的少。女生用了一个抠门，男生用了一个消费观和价值观，2个人在金钱观上面是完全不一致的2类人。女生是咱慢慢谈着，我觉得谈得好，了解对了，我不排除嫁给你，当然我也不承诺一定要嫁给你。男生是谈什么谈啊，赶紧结了吧，不结我都来不及了，干嘛呀，赶火车呀。行了，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真觉得这爱情是一个多么两难的抉择。比如说2个人特别好的时候，这男的一直不提结婚，我们得骂他，你这都谈这么久了，你不提结婚，你不想跟我结婚，你这不是玩弄感情吗？但是要特别着急谈结婚，也觉得他图谋不轨哈，也觉得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爱情真是一个挺难的抉择。而且刚刚我听女孩说他们去买一件衣服的时候，男孩觉得你干嘛呀？这衣服这类似的你都有了，咱俩是要过日子的，你花这钱干什么？比如说她是我女儿，如果我未来的女婿跟她说，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别乱花钱，以后攒着钱咱俩过日子，你好好过日子，我肯定特生气。我觉得我女儿长到如花似玉的年龄，她不就为穿点好的吗？她要穿的跟我一样，她还叫如花似玉吗？而且我现在都这岁数，我还准备如花似玉呢，是吧？你现在只能如花了，似玉就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么年轻的岁月里，我们就要考虑，她24岁就考虑，我要攒着钱，好好的、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不能打扮自己，我得踏实的想着这小日子怎么过。我认为这是你的想法，这不能强加于他。他的青春才刚开始，其实你的青春也正在进行啊。你这岁数想的比赵川岁数都大，感觉。不是，他特别凝重，你知道吧？对。哎，你不会笑吗，兄弟？可以。这么可爱一个人，长得其实挺帅的，就是他那个紧吧。我觉得你把这个事儿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比如说你才谈了几个月，你其实就向这个女孩提出，哎呀，我很爱你，我爱你的程度已经希望和你结婚。我觉得从女性的角度，她内心应该挺自豪、挺骄傲，而且很有安全感。但由于你这种凝重、眉头紧锁和步步紧逼，让她觉得是一种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太大了，一个24岁的女孩，人生刚刚开始，你就叫她
等于要回家相夫教子了，然后你和他就要过那种紧巴巴的苦日子了。这听着我，反正我要是你丈母娘，我肯定不答应。所以我认为步子慢一点。你有这个想法，我认为对女生是一种呵护、赞美和一种负责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你太紧迫了，会让人有点紧张，往后退了，知道吗？啊，周妈说得好，来，曲总。我总觉得明明是可以过得甜甜蜜蜜的，偏偏他给过苦了。凭什么女孩认为非常重要、非常在意的事情，让你就给安排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见比如对方的父母，对吧？时机问题暂且不说，但是那绝对是一个女孩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你就给人随便的就过了。婚房是吧？这何等重要呢？他可能就出于我就帮你朋友就是随便，他根本就没有完全的倾情投入，因为你在做设计自己婚房那种感觉是自己身在其中，未来这个婚房各种设计都是对我未来生活规划是相符合的。他没有，他是在帮你忙。那婚房那不是他的，那种设计不是他婚房的样子，懂了吗？包括婚纱照。何等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跟我老婆选婚纱照，那整整选了1个月呀，我都选懵了。但是说明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你都给安排了。所以人从你认为是惊喜，人到惊吓了。况且时机是非常不对，因为你们俩的相处的现在的这个感情的火候还远远没有到。如果你这么目的性极强的去设计了他就会认为你目的不纯。而且我们也会认为你目的不纯，你不是要让这个女人幸福的跟你生活在一起，而是你要快速的把她拿下，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谈恋爱嘛，谈后面成就能结婚，不成就再见啊，是不是？所以说不要太着急，着急就使你的动作所有动作都变形了，你的目的就会让人质疑了。而女生呢，恰恰此时女生的反应，我觉得说明了目前女生对你的看法其实还抱了很大的一个问号。你不是现在她目前完美的结婚对象，一定不是。否则即使你几次不恰当的安排，如果是这个女孩对你情深意浓的话，她也觉得很甜蜜的说等等，而不是吓得跑了。所以说女生啊，你对这个男生是什么样的态度一定很明确的告诉他，并且要有自己的原则。这样的问题已经出现3次了，说明其实你的原则性是不够的。你要跟他谈得很清楚，我想象的恋爱是什么样子，到了什么样子我们才能成为终身的伴侣。同时一些社交礼仪也要注意，像对方的父母就在那里，姐姐长辈都在那儿，你就走不合适。这个婚房即使他做了错误的这个安排，但是你马上冷战也不合适，婚纱照也一样。所以只能说明你目前没有太爱这个男人，可能更多的是喜欢而已。再继续磨合一下吧，好吗？放慢节奏，然后磨合一下，也许会有幸福的那一天。就这样，谢谢曲总。二位好啊，刚才通过一个细节，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张先生根本一丁点儿都不尊重你的女朋友。所有这段你们2个人的感情的到现在为止都是以你为主导。就刚才2个人在同时说话，就一般的情况下，男生绅士一点都会让女生先说完，但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你插进来，然后他没有停止，你没有停下意思，你反而是把自己的声音调门提高，压过他。你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就是我要说什么或者我要做什么必须听我的，然后我认为你就是爱我，爱到不行，你肯定得嫁给我。他事实不是这样的，而且让你弄的这个嫁给你这件事儿特像一陷阱。拍婚纱照是一场设计，见父母是一场设计，婚房是一场设计。本应该结婚之前最最幸福的这些每一件商量着来的事儿，都让你弄得特别的，就是见不得光，偷偷的先把它干了，然后再告诉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怎么觉得嫁给你之后就把自己给卖了呢？所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看待婚姻这件事儿的。如果你是把婚姻当成最后恋爱的一个目的和手段的话，我觉得你对婚姻的正常的这个价值观不对。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以你自己为中心，不看不听，因为你父母年事高，因为你30多岁，你着急要孩子，甚至你连卷他来结婚都是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恋爱观、婚姻观。那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我能明白理解20多岁有一个男生对你有这样想要娶你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种有点小窃喜的感觉。你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愤怒，你说我就是现在不想嫁给你，但我没说不想嫁给你啊。那你这话你这不就是吊着人家吗？人家就想啊，你这给我希望，那就再等等呗。可是你实际的矛盾点在哪儿？矛盾点在于你根本没有那么喜欢他，你自己觉得你未来的世界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你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男人，那你不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我先跟你在一起，我再看看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我就跟你分手，再跟别人在一起。所以他会说，你不嫁给我，你跟我谈恋爱干嘛呀？你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他，就不要耗着他，不要再给他希望，最后伤人伤己，好吗？好，谢谢二位。好，谢谢沙大老师。很想结婚是吧？也不是说非常想就是说立刻去结婚，我想的就是说，你可拉倒吧！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一切，不就想立刻结婚吗？越快越好吗？女生，我觉得你对这段感情你一点都不认真。没有，我觉得我还是挺认真的。我不觉得你认真。你如果要是真的认真，你不排除会跟他结婚，但也不保证一定会跟他结婚的情况下，你见到任何的长者，你得打招呼。你那样扭头就走，你是要拉仇恨的。我是不好意思吗？不是不好意思，我不觉得这是不好意思，我是觉得你心里根本没想过跟他结婚。就是婚礼这件事儿，就你与他的婚礼，在你的脑海当中没有转过。你但凡是有一点点转过，你不会这么不认真。如果你还珍惜一点点，虽然说你很厌恶这个男人逼婚的行为，但如果你还珍惜一点点，或者是慎重一点点对待这段感情，你不会在朋友圈里面发那种所谓的信息，你可以不发。你就是简单的又不想跟别人结婚，又要找存在感，又要让满世界都知道有个男人在疯狂的追求我，要逼着我结婚。对于男生，除了满脸的愁容之外，我觉得你也算是长得一表人才吧。你就这么急着讨媳妇儿？好，如果你要结婚，那你为什么在不该抠门的地方那么抠门？我是觉得、你承不承认你抠嘛？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是在该花钱的地方，该让对方感觉到幸福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那么吝啬？你说哪个女人愿意就这么浮皮潦草的把自己嫁给你？谁也别算计谁。其实我认为女生比你聪明多了，只有你傻乎乎的。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生活呀，别置气，也别赌气，在整个的态度上你是咄咄逼人的，这边是晕头转向的，所以最后就看出来是一特拧巴的。你们俩这事儿特拧巴，姑娘。今天你最可恨的地方，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您别吊着人家，你太自我了。人家父母来了，见一下，打个招呼再走，客客气气的，给自己也留余地，给别人，我是礼貌的，对吧？哎，叔叔好，阿姨好，我是他的同事，我们现在在试着交往，未来不知道，清清楚楚、大大方方说明白，这有什么呀？生活学会给自己留余地，你也是一样的，也没给自己留余地。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对彼此的认知还都挺对的。都看到了对方骨子里那点缺点，
有一句话说的特好，当你看到一个人身上缺点的时候，你还想嫁给他，还想娶她，说明你是可以接受他了。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别勉强啊。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就是可以再考虑一下。虽然我们时间不是很长，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在乎我们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缘分。我希望就说咱们俩还是就可以相互包容理解。其实我也不是就是故意吊着你，这可能是我的方式不对吧？就是可能我想的还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全面。之前可能就是由于我犹犹豫豫的，然后一直给你带来很烦扰，所以我也想这一次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其实我还是想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份缘分。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恋爱当中最长的，但是我相信我是最爱你的那个。啊，行，加油吧，谢谢您啊，来，请回，请回，请回啊，谢谢各位老师。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结婚2年了，与他父母同住，每次我和老公一吵架，他逃避问题冷处理，哪怕我回娘家1个多月，他也从不主动联系我，关系越闹越僵，我是否应该离婚？我应该怎么办？您这日子过的呀，一吵架，一个逃避，一个回娘家。那我想，如果遇到问题没有一个人去解决它、面对它，都是在逃避的话，你们最后的结局是注定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祝你幸福吧。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